巴铁丈母娘家接连有人进医院，前2天刚嘛，我丈母娘进去了，她是那个累的，也不，她那个工作说实话不算特别累，但是为什么她会住院呢？因为本来她的身体就比较虚，经常有时候吃药。因为他毕竟年纪也不算特别小了，60来岁了。他呢，他是50几年的啊，60年，好像是60年啊。对，他那个姑姑，舒梅拉的那个姑姑，他那个大姑姑是50几年的。1950几年，那个丈母娘是61年还是60几年？我记得我以前看过她的那个身份证，但是我具体我忘了啊，我忘记了。她呢比我爸大，但是确实她那个身体也比较虚，所以说她经常吃药导致的这个，她那个有点那个。怎么说呢？稍微有一点点那个贫血，不算特别严重。那时候我在他们家经常让他吃点那个有助于那个对这个贫血这方面有益的那个食物，吃的那个东西，他稍微缓过来不少。最近我也是在巴基斯坦的时候，我也是很长时间没有去他那儿，现在我又回来了。也没有办法，我只能在这个经济上稍微帮助一下他。但是没想到那个这2天，今天这个是几点？巴基斯坦时间是下午3点多，中国时间大概就是中午12点多吧。不是，中国时间更下午3点多，中国时间是那个我算错了啊。中国时间是6点多了，我算错了。他那个姑姑也住院了，那时候我还刚打算就是说回家，我在那个工作那个刚打算回家，听到这个消息了。是什么原因呢？他那个姑姑是严重贫血，我看过他吃的那个药。没想到丈母娘还没有好，丈母娘现在也还没有出来呢，没有出院呢。那个刀尔飞现在在帮那个丈母娘干活，没想到他这个姑姑现在又进去了。他这个姑姑，大家可能以前经常我在巴基斯坦拍视频的时候，经常可能看到他那个姑姑。有时候我不愿意拍，他也不愿意让我拍，因为他本来身体就不好，对吧？身体不好。导致的那个气色非常的差，所以说他不愿意让我拍。我有时候也不怎么拍他，他在的时候我也不拍。但是他也露过几次面，大家可能也有注意过。前段时间那个舒梅拉也拍过2次，在他家的时候，大家也能看得出来他那个身体是特别的不好。但是现在又住院了，但是他没有问我借钱的意思啊，那是舒梅拉告诉我的。他2个儿子嘛，他那个大儿子不怎么管他，虽然不怎么管他，但是他那个小儿子和他特别近，因为他那个小儿子是跟着他长大的，大儿子是跟着他那个爹，他离婚了嘛，舒梅拉的这个姑姑离婚了。但是刚才听说人家住院了，我也稍微的给人家意思了一下，我说你给你这个姑姑把钱转过去。虽然没有问我借钱，但是毕竟我在那儿的时候，人家帮过我不少。我刚和舒梅拉结婚的时候，她那时候身体还算不错，比现在最起码强多了。她那时候是带着舒梅拉办理的那个身份证啦、护照啦，他是带着舒梅拉办理这个的，人家也没有就是说从中克扣我的钱。很多那个巴基斯坦的家人都会这样做的，但是他没有。
很多那个巴铁媳妇家人都喜欢这样搞，但是他这个姑姑没有，所以说我也对他印象比较好。后来相处的也算不错，人家有时候我和舒梅拉吵架，人家也是向着我嘛。所以说我现在给人家转过去了，大概就是300多块钱，我让舒梅拉去换了。舒梅拉，我走的时候，舒梅拉的那个上边也能，我给他设定好了嘛，也能就是说收钱了。所以说我给他转过去点儿，让人家让舒梅拉找个中国人，哪怕汇率低一点，不用跑很远换一下，给他姑姑转过去买点药吧。最起码咱在这上面能帮一下人家，人家帮过你，你也得记住人家的好，对吧？好了，今天视频小刘在这里给大家说到这里了，大家喜欢的话点个赞啊，谢谢。